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《武术新传遇见常茂老师》。我们赶快来跟常老师打声招呼。老师好，大家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好的，主持人要特别交代一下，在片头的时候就跟大家说，如果你要做出对贡献最好的贡献的话，对这个频道最好的贡献就是记得帮我们每一支影片都去按个赞，因为按赞可以把影片推播给更多人知道哦。好，那我们进入今天的提问。老师，这一题，自从我们上一次播出了拔杯到底该怎么拔杯，几杯才算数？你看光这个这么简单，那抽签怎么抽？好像我们觉得很平常，结果大家没有一个准则，大家都乱拔，有拔到3杯、5杯的这样子，拔到自己觉得 OK 才算的这种都有。那这一题来了。既然大家这么的其实对这些简单事情确实不了解，那这一题要问的就是，那我们每一次在拜神明的时候，我们到底该怎么样跟神明讲我想要请问的事情？老师是不是可以教我们一个比较正统的方法嘞？应该不是光拜神明的时候要怎么讲，拜祖先要怎么讲，拜祖先，拜好兄弟要怎么讲。现在刚好7月份，对。所以我把拜拜在讲分成2类，是一个叫做我在布施，对，拜好兄弟是不是在布施？是的。然后拜神拜祖是不是在供养祈求？是。所以布施有布施的说法，对。然后祈求有祈求的说法。OK。布施代表我当老大，是。那祈求代表我是小弟，是。我要希望你帮我什么？对。用这2个角度。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建议。7月份拜好兄弟，好兄弟不讲祈求你保佑。哇！因为是我们赞助普渡，普渡就是我在给。对。所以好兄弟他们本身的灵，搞不好只有生下来没有多久的，他们的智商用人的角度可能都不知道，懂不懂？我们讲的是什么？但是灵界它很好玩。吃你半斤，还你8两。所以我们先把拜好兄弟的说辞跟大家简单介绍。是，因为我们要布施他嘛。对。所以比如说，参拜附近男女老幼列位好兄弟，今天几月几号？我准备了丰盛贡品，还是我到什么大庙参加占卜的供养？那欢迎你们的光临。所以我们只有讲欢迎你们的光临，最多再加上一句。接受我们的供养，对，没有讲，那你就保佑我事事顺利还是什么？这个就不讲。是，那拜好了，纸钱拿起来，比如说香都烧完了，一个段落了，我们纸钱拿起来说，这些纸钱再烧化给你们，到处再去买食。到处买食。所以意思就不要再逗留这里。你看别的地方。还有人会供养你们。换句话说，好听话这样子，赶快离开。对，你们还可以到别的地方再多去接受人家的供养，去人家家，去人家家。那就是布施施食的时候，那拜祖先跟拜神明它又不一样了。祖先就是我们的先人，是。比如说我香拿起来参拜我们程家历代的先人，对。那今天刚好适逢中元节。那杨氏的子孙准备这么丰盛的贡品，还有金银财帛供养我们程家历代祖先。那感谢我们程家历代祖先能够庇荫阳间的子孙，每一房都能够平安顺遂。是，谢谢你们的保佑。这就可以祈求。对，但是对祖先是感恩他生了我们，让我们不是光将我们自己，我们还有其他堂兄弟啊。所以祖先也要让他们都能够庇荫我们杨氏的，搞不好有些堂兄弟他根本不拜，但是不要让祖先有怪他们的机会。这也存着一个关爱、博爱的精神。所以祖先的拜法是这种说法。那神明呢？比如说我们的三盖公、元宵、中元，还有下元，还有正月19天公先拜天公的，那就是他就是我们的。老天就是我们的上帝，所以那个是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那我们如果到地方的大庙去拜的，
它是我们的进主神，顶柱就是统管我们这个村庄的。老师，我不是到我们地方的庙呢，我到别个县市去玩，进大庙，你就把它当成好嘛，那都是地方的进主神。对，比如我们去拜妈祖，对啊，参拜天上圣母，弟子我是谁？我的家住哪里？对，我今年几岁？对，那今天刚好跟朋友来这边玩，对，然后能够进来参拜妈祖娘娘，对，那祈求妈祖娘娘能够保佑我们大伙一路都能够平安。那第十，我在做什么生意，能够保佑我的事业顺遂，然后我的另外一半对我要对怎样怎样，对不对？是，那我的小孩都能够个个听话乖巧，这就看个人的需求而拜。是，所以我们在拜神佛、拜好兄弟、拜祖先，对，他因为不同的位阶，加上我们个人的需求不一样，对，所以对祖先是用感恩的心，你生了我们；对神佛是你神威浩瀚，对，希望你保佑我们神光铸造；对好兄弟是我们有幸还生为人生，你们已经不知道要何处去了，那我们用一种慈悲心的供养，所以还是有不同层级，对。所以你就知道拜拜还要分清你的对象是什么。了解。所以拜好兄弟切记不求保佑，拜地基主、拜祖先、拜神明都可以祈求保佑，只有好兄弟不行。是，这个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不知道的，所以我们刚好借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介绍。哇，我相信镜头前的朋友一定有很多人不知道，这个每一年中元节、其他节日拜神都没那么认真，拜好兄弟特别的卖力，哇！还不断的祈求让我生意大发。结果老师告诉我们，好兄弟不求，不然他会留在你旁边。你这个一直在布施，奇怪，赚的钱都在做布施了，无形中变好人了。有几种行业不拜地基，不拜好兄弟？是吗？很怪吧？对啊，有这种做棺材的不拜好兄弟，开诊所的还有。就这两种不拜好兄弟，为什么不拜？他们不拜好兄弟，他生意兴隆不就糟糕了？好像做人家事。因为我小学有一个同学，他们家开棺材店啊，对，我就问他说：“斌啊，为什么你们都没有拜好兄弟？”他说：“我们老爸讲，我拜会啊，底下是要叫咱真的人较轻死的，所以我们不拜好兄弟。”是。那开诊所的医生，对，他说：“老师，我们开诊所的好像有不成文规定不拜好兄弟的。”我说：“那教授怎么讲？”他说：“我们总不能够让病人多一点啊，要他们都带一些病人来啊。”对，所以我们医者父母心，都希望没有病痛的比较好。对，但是生意还是归生意。是。老师，那到底要不要拜？我说教授讲的你就应该要听。好，老师讲的你讲我们就会听。OK， 所以观众朋友。刚刚老师讲的这些，你可以重复。老师刚刚的说辞都相当的清楚，该怎么讲？特别好兄弟你要怎么讲？那特别这个祖先你要讲些什么？好，那如果去大庙的话，该怎么说？刚刚录影片都已经有非常明确的步骤跟流程。如果你不清楚，有时候忘掉，记得把这一片保存下来。好。经常的回复播放，或者是呢，你准备要拜之前，赶快来手机看一下老师怎么讲，都可以，是不是非常有帮助？临时抱佛脚也会有成功处啊！OK， 那当然非常谢谢老师再一次跟我们提醒拜要讲些什么的重要性。再次感谢你的时间，谢谢老师。各位朋友，我相信这一片非常有帮助，我相信你已经按了赞了，好不好？那如果觉得不错的话，持续的分享给周边更多的朋友，帮助更多人，你也会好运连连。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